嗨，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咱们来看一下又辱华了。事情呢是发生在11月5号，来自韩国的高人气女团 Blackpink， 他们呢来到首尔的一家动物园里边，因为呢这里刚刚出生了一只第一次在韩国本土诞生的大熊猫，他们呢给它命名叫福宝。挺好的名字，对吧？一边呢是超人气、高颜值的美女天团，另一边呢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宝宝，把它们呢放在一起同框出镜，无论如何都是喜闻乐见的一个场景嘛，对吧？可是小粉红就觉得这是辱华了。那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原来啊 Blackpink 在录制这一期真人秀节目以后，在 YouTube 上边先放出来了一支预告片，上面呢出现了这个美女天团的成员徒手去抱大熊猫的一个镜头，这又让小粉红们陷入了集体被害妄想症之中。微博上呢又开始出现要求韩国方面出来道歉这样的集体狂欢，他们盖起来的楼那可是一眼望不到边啊！相信正在看我的节目的正常的人类来说，像这样的无脑狂欢的庆典，咱们呢只有是有多远躲多远。因为啊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试过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出不一样的声音，最终的结果啊，骂我的楼啊盖到了400-500层高，直系亲属啊那就不说了，旁系亲属都已经被问候了一个遍，然后骂到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让你滚出中国啊，汉奸走狗卖国贼啊，取消国籍要交250块钱的手续费，你是不是钱不够啊？不够的话咱们给你拼啊！这就是小粉红们的集体狂欢。说到这儿呢，我又花了5分钟的时间去搜寻了几张图片的证据，用来打脸小粉红。第一个，加拿大的总理 Justin Trudeau， 他戴手套了吗？他穿防护服了吗？你们去闻过他喷了香水了吗？再来一个，西班牙的王后 Sophie， 那么大的年纪了，我说他化过妆，应该大家没什么意见吧？他戴手套了吗？他穿防护服了吗？他喷了香水了吗？还不够是吧？再来一个，要命！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边啊，人们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和热情，但在中国人们是被严格禁止讨论政治的。但政治它并不仅仅说是枯燥无味的政治课上讲的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人类啊，作为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从远古开始，我们的祖先就因为去捕猎或者为了防止被捕猎而不得不联合在一起，社会结构就此开始产生。有了社会，那必然的就有政治，政治决定了谁出去捕猎，谁去采果子，谁在家里边照顾孩子，谁来保护我们的村庄，这一切都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来商议，共同来决定。那这个共同商议、共同决定的过程，这就是政治。那大家可能就要问了，这跟小粉红们集体狂欢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关系啊，就在于就像食物、空气和水一样，政治是作为我们这样的社会性结构的生物必不可少的元素。可能有很多人就会问啊，那咱们几十年来也没有去搞什么政治啊，咱们不是活得好好的吗？那这样问的人啊，只能说明他们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或者说啊，他们是被阉割掉部分社会属性的人。他们呢，心甘情愿的做了一块肉，然后呢，每天就是吃喝拉撒，满足了自己最基本的生物本能以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去追求的了。那你们说，这跟一个单细胞动物有什么区别？跟一个草粒虫有什么区别？所以啊，在我看来，如果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来说，他们可能真的连小粉红都不如。像小粉红这样的集体狂欢呢，是因为他们的政治需求得不到满足。因为在中国这个地方，当言论被严格管控以后，人们找不到一个可以抒发自己政治意见的合理的渠道，于是呢，人们就会带着情绪来到了这一个不被言论管控的领域里边呢，抒发自己的意见。但非常不幸的是，因为经历了很多年的言论审查，还保留着能够表达自己内心真正想法能力的人已经寥寥无几。这就出现了他们在这样的集体狂欢当中，只有一种声音，而且这一种声音被重复了1000遍、10000遍。这就是人们最基本的政治热情被导向到了一个错误的领域，并且在多年言论审查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荒唐的一幕。OK， 我又扯远了，不好意思啊，咱们回到事情本身。为了把韩国大熊猫的这个事情说得更深入一些，咱们不妨把时间拉回到1941年。那个时候啊，中华民国为了对美国人民在二战当中对中国的帮助而表示感谢，送出了一对大熊猫到纽约，开创了中国大熊猫外交的先河。再往后呢，就改朝换代了，但是大熊猫外交这个事情啊，就一直作为一个传统保留了下来。
80年代以后，整个世界对这样濒危物种的保护观念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它的种群数量很少嘛，一旦你把它送出去，那它就只有2只孤零零的在海外，它方圆几千公里内都没有同类，然后大熊猫繁殖又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就可以说送出去几只就少几只，所以呢，熊猫外交就这样停止了。但是呢，人们对这样顶着2个大黑眼圈的软萌生物的确是非常的喜爱。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前夕，因为前边已经尼克松访华，中美2国的关系已经开始破冰。中国呢，为了支持洛杉矶奥运会，于是呢就决定把2只大熊猫借给洛杉矶动物园进行展出。为此呢，洛杉矶动物园付出了不菲的租借费用。中国那时候可是很穷的啊，哪儿见过那么多钱啊？于是呢，熊猫租借开始进入了历史舞台。80、90年代的时候啊，中国各个动物园开始大量的往外边租借熊猫，然后可以创收。政府部门一看可就眼红了，嘿，我去呀，动物园才是什么级别的单位，钱都给你捞去了，那咱们吃什么？于是呢，那些自然保护区啊、林业局啊，直接就去抓野生的大熊猫送出去，转手就挣钱。那些钱啊，是不是落到个人的口袋里边，谁都说不清楚。80几年的时候啊，熊猫租借成为一门生意，进入到了巅峰时期。别的地方不说啊，单单在美国就有洛杉矶、旧金山、纽约、圣地亚哥、多伦多。对，美国也有一个多伦多。西雅图、波特兰、亚特兰大、卡加里、孟菲斯、哥伦布、底特律、Winnipeg、Jacksonville 等等的，还有一些没有记录在案的城市，都通过这样花大量的钱以租借的方式得到了大熊猫。那这才是美国一个地方啊，那其他的国家那可就是多了去了。然而呢，事情的反转也就出现在了美国。美国的很多非政府的动物保护组织，也就是被小粉红们污名化的 NGO， 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因为大熊猫这个物种它真的快要消失了，再由着中国政府这样毫无限制的这样捕捉和买卖下去，那只会加速这个物种的灭亡。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是呢，在1988年，美国的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宣布暂时终止签发中国的大熊猫的入境许可，并且呢，要求中国方面要对入境的大熊猫提供证明，确定这个租借行为不会对大熊猫的种群造成损害，并且要证明收取的这个租金是实实在在用于大熊猫的保护事业。这个政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这个租借的门槛进一步的提高，让这个流出中国境内的大熊猫进一步的减少。更重要的一点呢，它就是为了防止中国那些腐败官员以个人的名义，就是非法的把这个大熊猫卖到美国去，这样才能保护大熊猫，对吧？你看，在保护大熊猫的这个事情上，是不是美国人比中国人做得更好一些？这可又打了小粉红们的脸了啊！不好意思。现在租借1只大熊猫，每年大概要付出去100万美元的费用。然后呢，一租通常是要成对的租，因为他们很孤单嘛。一对的话呢，也能在外边有个伴儿，对吧？对于租借方，然后呢，中国还有非常高的硬件条件的限制，就是说你要花巨资建立熊猫馆。新闻上的报道在西方国家的熊猫馆建设费用通常都不低于700-800万这样的级别。那么多投资进去了，你不可能只租1年，对吧？你肯定一租得租很多年，所以通常中国往外租的熊猫都是10年期的，2只熊猫租10年，1只是100万一年，2只那就是2000万，对吧？2000万美元，然后再加上800万的投资，那每个月的运营费用人工成本吃的、医疗对吧？全部加起来，那就是数千万美元的开支。这笔钱基本上可以顶得上世界上排名靠后的那些国家1年的军费。对于这个租借的费用，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半天呢？我就是想让大家了解，无论它披着什么样的外衣，这个租借熊猫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商业行为。有很多国家因为高估了熊猫给动物园带来的价值，初期投资花掉了很多的钱。等熊猫入馆以后，就火热了2-3个月，人们渐渐的就开始失去了兴趣，整个项目就进入了亏损的状态。这对于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能够养得起也亏得起，但是呢，有很多并不那么有钱的国家，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担。再加上这个世界上政府包办一切的国家就这么几个，大多数国家的动物园都得自己照顾自己。你们想一旦盈利发生了问题，造成了亏损，大熊猫的日子会好过吗？
那韩国它面临的问题不正是这样吗？一线的流量明星来到动物园，来到大熊猫馆拍摄这样的节目，一旦节目播出了以后，它能为这个大熊猫馆带来数不清的流量和数不清的门票。但是呢，小粉红的思维跟正常人是有区别的，他们呢就去拿出中国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规定套用在韩国的身上。国内啊就是要求非专业的人士避免去接触大熊猫，这样规定的目的啊是因为国内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实在是太多了，如果这些动物园都开放让游客去和大熊猫合照或者抱一抱这样的活动，为他们自己创收，加上中国几个小长假这人乌泱乌泱的，确实会影响熊猫的健康，所以才出台了这样的规定。但是租借熊猫这是一个完全商业的行为。打个比方来说啊，你们家有一辆车，每天你都得刷洗一次，否则你的老婆就不让你进家门，这是你们家自己的规定。可有一天你去租了一辆车，只要你不违反租车合约，不违反国家的法律，你爱怎么开怎么开，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去干涉你。更何况在这个事情里边，抱熊猫的明星他已经穿了防护服，而且手也消了毒，可这些小粉红们却不依不饶，把重点转移到了明星的脸上，说他化了妆，说他喷了香水。当集体霸凌开始以后，明星的经纪公司经验很足啊，危机公关第一时间立刻下架那个视频，并且发表道歉声明。哇，小粉红们觉得自己又胜利了，但觉得还不够。为什么明星道了歉，而动物园你却没有道歉？这可不行，你们动物园必须要道歉。可是人家不屌他。在小粉红们庆祝胜利的时候，以他们的智商啊，他们绝对想不到，韩国的娱乐业是国家扶持的产业，是用来出口创汇的工业化的产品。但别忘了，人家是艺人啊，人家是演员，好吧？别说给你道个歉，就是给你表演一个妈死了，那都是很简单的事情。Twitter 上发几个字，道完歉，又能继续挣你们小粉红的钱了。挣完钱，交税给自己的国家，这些钱又变成飞机、战舰、导弹、萨德继续来制衡你。那你们说，到底是谁赢了？小粉红啊，作为众人皆知的生活里边的 loser， 对于那些真正需要发生的事情，他们装作看不见。他们的大脑经过了局部的阉割，因为这些事情呀，那需要胆量、智慧、正直、勇敢这些品质，而这些品质呢，是小粉红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的，因为已经被割掉了嘛。像今天咱们讲的这种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事情，他们呢却又开始可劲的鼓噪，凡事都是去用对抗斗争的态度处理问题，这样只会搞臭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这些被你今天无端霸凌的国家也好，明星也好，媒体也罢，一旦从你这里无利可图，他们全部都会变成你的敌人。祸国殃民的小粉红啊，真是不怼不是中国人。好吧，本期节目就说到这里，希望朋友给我点赞并且关注，咱们下期再见。Peace。